大家早上好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 Melody， 我是凯文。我们的沈阳之行结束了，今天准备返程了。今天开始，我们准备从从容容回上海了。究竟我们还有什么行程呢？请继续关注我们哦。停在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啊。巧不巧，你看还有星巴克嘞，这是辽宁的临海服务区。我们以前就在沪杭高速上啊，在黄店的那个服务区见过有星巴克。当时还说嘞，这是全中国最牛的休息区，杭州和上海中间的那个地方。现在看来，星巴克已经钻进了很多的服务区了啊。救援吧，事故不小啊，感觉着火了这儿。着火了吗？好像是这个。病程1分多。600米处有 ETC 起飞牌照。掉下去了。哦，这什么啊？这个区啊，易燃易爆的。我天哪！哇，烧成灰了！啊，我勒个去啊！我勒个去！啊，洗一次澡是不能离开东北。我们讲好了，走之前一定要再洗一次。但是我们呢，并不愿意再在沈阳洗了，所以我们选择了来到这儿。而且也不能早起，7点出来就洗。对，我们也觉得开一段时间，所以开了3个多小时的车，然后到葫芦岛这地儿洗个澡。辽宁葫芦岛。洗完我们再往南下走。比一比物价，是不是东北封闭之下还有再封闭？封闭之壁，东北封闭之壁。葫芦岛啊。又是折腾一趟啊！搓澡是45分钟，洗完澡了之后又按了个摩70分钟，按完摩又拔了个罐儿，对，一通下来700多块钱，可是。他这儿不一样的地方，一个是个搓澡的床是热的，一个是今天没什么人。最主要是今天是搓澡工等我们。对，他一点都不排队。然后今天因为是工作日，所以我们女士呢花99块钱，对，可以享受129块钱的套餐。网评说这个是葫芦岛的天花板啊，对，他们开业才1年，所以很多网评说他们本地人不来这儿，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这儿就是相对贵一些，因为还有更便宜的选择。今天搓澡工又教我2个小妙招。第一，他说你搓澡之前1天润肤露不要，否则滑，稍微有点滑，搓不下来。你那个搓澡之前千万不要洗头，特别不能用护发素。对，那也滑，也搓不下来。所以你可以用香皂，他说香皂是碱性的。可以洗发水，但是不用护发素。然后呢，你搓澡之前可以用香皂。反正是天花板。好好的在葫芦岛消费。但我个人建议，如果说是你要是从南方专门到东北来，还是得去沈阳。对，因为这儿它就没有沈阳那么精致。没有水果自助。各种东西标准啊，服务标准就没有沈阳那么精致一些。我觉得我们沈阳好了之后到葫芦岛，这个决定非常正确。它呢就是比沈阳稍微便宜点，但是各方面都不如沈阳。其实最主要不用等，不用等。这点感受特别好。好，我们找个地方初步定吃烧烤。吃烧烤，撸串去。找了一家叫烟火小串烤鱼，看看这家烤串怎么样？不是地摊的这回。弄个小鸟窝。哎，就是里边有毛的，但也不是真正的毛，就是那种没有被孵出来的鸡蛋。那它形状就是这样的，没有成为小鸡的。就是失败了，在成为小鸡的路上失败了。对，
真棒，是这个东西。撸串了，撸串了。卖的比服务的多好。还是小时候那味儿吗？有点硬，硬不是好吗？这边会软，水框框不好呀，其实。我吃的部位可能是偏硬的那个部位，这个就是软的。这是大串，大串，大串，大口吃肉。好评好评，很不错。大腰子，望京小腰，这什么小腰？大腰子。我特色烤鱼，先吃鱼头，万事不愁；再吃鱼肉，多福多寿；后吃鱼尾，顺风顺水。祝二位用餐愉快。谢谢。客气。这个清江鱼啊，是在湖北省的清江库区啊。怎么样？不错。还可以啊。那里呢，相信啊，东北人辣不到哪儿去。对，大胆的豪华的点了个麻辣的。果然，这个鱼啊，特点就是它是一根刺儿的啊，所以我们验证起来果然没什么刺儿。对，小刺没了。算上各种优惠，反正270多块钱啊，对，一条鱼呢，去大众里面让我们团购了一下，119，各种串呢，最后140块钱。口味还是不错的。对，我觉得串特别好，鱼也蛮好的。反正没踩坑吧。今天就住在葫芦岛了，希尔顿花园酒店。现在这中国呀，到处都讲酒店都讲究这种智能的东西啊。这房间设计还蛮有意思的啊。对，干湿分离，外面还有个洗手台啊。最主要你看，两个床中间有个小沙发。对，床中间那么小沙发，你看。然后它理论上讲是个海景房，就是往远处看那边就是海，但是虽然不是特别清楚，但是还是能够看到海的啊。然后我在猜呀，这边这片，我在猜这都是烂尾别墅。我猜的啊，我猜的，我没有什么证据啊，但是没有任何施工的迹象。旁边房子路这离大海很近嘛，我想也有可能很多北京的人啊，或者天津人往这里买房子，估计他建这种房子肯定不是给当地人建的。早上6点我们就已经准备出发了啊，天亮的还挺早，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好。今天出发比较早的原因是因为任务比较重，今天要赶到临沂这个地方，因为再往前呢就是淄博，他们俩相差200-300公里的路程，中间我感觉什么都没有。沂蒙山老区。今天工作比较重的原因是因为昨天太轻松了。对。高速公路堵车啦，无预警，也不知道什么事儿。在上海的车呢是没有 CarPlay 的，所以呢我弄了一个旧的手机放在这里，因为它能实时接收到一些路况信息，并且做出及时调整。这里堵车要挺长时间的，然后我还去尝试点了一下它，真的有人在里边聊天，就是说前面在修路，可能间歇的在放这些车。我觉得这个功能好像也蛮好的，相对而言，导航这一块目前它比谷歌的导航要更先进一些。尽管我用的他们说不是特别好的百度啊，因为他们还有别的选择是高德。堵车
看看我们的邻居，他们也堵在这儿了。是奶牛吗？哇塞，他们也生无可恋。又回到临沂啦！我们的 ETC 卡好久不用了，这次没有成功。现在你看高速公路都这样。277元，自助277从临沂出来。开了900多公里啊，因为大路啊还绕了一小段路，这回是临沂的市区了。那要吃的这一直惦记的那口儿。猜猜是什么？海底捞，山东临沂的海底捞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份牛肉，半份毛肚，对，两个半份毛肚，鸭血一份，猪脑一个，我的最爱。然后点了点素菜，现在是265。先下单。来一块蘸酱油辣椒。这是卖了顶的脑子，这个血帮我下一下。这是血。下辣锅。对。啊，这很好吃，那些都吃完了。好。来了顶半个脑子。吃脑补脑。你要来点吗？我不来，我已经够聪明了。那给你这么。我不要，真不要。给你。少来一块吧。那现在群好弄。老板，你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了？我告诉他了呀。不需要了。我就想让他干，他干不了是吧？他只是过来送毛巾。他过来送毛巾了。他是只送。我是去1楼，他也去1楼。这小东西挺霸道的。今天下雨了，哎呀，最后一天啊，我们今天要奔上海去啊。昨天开了900多公里，今天还剩600公里了，就会到家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是阳澄湖服务区，这是回到上海的最后一个服务区了。对，京沪高速回上海前最后一个服务区。只是有一点点小差异啊，就是以往我们不屑在这个服务区停留，对，因为我们从上海出来才几十公里而已，对，基本上停留在这个地方的，就是抽烟比较频的人了。没有停过，我们对，可以说是 N 多次
路过这个服务区啊对，甚至于我们去阳澄湖吃大闸蟹，我们都没有停这个服务区。是，但是今天我们北上回来，我们觉得这个机会特别好，对而且进入江苏服务区是一个比一个棒对啊，所以我们选择了在阳澄湖进入上海之前，进这个服务区看一眼。啊，而且呢，Melody 陆陆续续在这个服务区看到有肯德基的标识。虽然我们在北美，可是肯德基并不多，对很难得见得到。我觉得中国肯德基经营的很好，对，所以 Melody 提议就是我们今天要不然在这儿吃顿肯德基怎么样？因为不旅行，好像没有借口吃快餐。再加上呢，这个服务区非常有特色，对，里边极具有江南特色。尤其从北方回到江南，对这种江南的味道又更是明显一些。能够在高速上看一下梦回江南，梦里水乡。我们也带大家去看看，我们自己也领会领会。好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哇哦，这哪是服务区啊？这个像一个商场一样。进来之后呢，其实就是浓缩版的梦里水乡。这个岸边就像河埠头，有不同的商家，河上面呢有小桥。转过来看这儿，就有一个非常俊俏的亭子。这个亭子呢也是非常具有江南特色的。你看它小小的、瘦瘦的、俊俏的翘着它的两个脚。刚才我就和 Kevin 讲，这个苏州园林啊就是这样，就是方寸之间见乾坤。讲得真好。这就像拉斯维加斯威尼斯人赌场酒店啊。亭子的中间，你看还有非常有江南特色的戏曲的人物。苏州评弹呀。哦，看 Melody 说了啊，这个叫社戏，就是我也想起来了啊，是鲁迅有一篇文章啊。对呀，就是到农村，对吧？到每个村落里面戏台啊，有个什么大事小情的。去唱戏用的啊。对，如果年龄有一点的人，应该看过《舞台姐妹》，她拍的就是这种色戏啊。鲁迅就是浙江人呀。对呀。啊。Melody 有一半浙江血统，一半江苏血统，混血。江苏和浙江的混血儿。我相信很多上海人都是这样。你呢？你呢？我不是，我那个我一半正宗的，我不正宗1/8的山东血统。哇，这哪是服务区啊？高速服务区啊，这简直就是商场啊！这缺个赌场，而且这儿商业氛围也特别的浓厚。Melody 发现这儿可能有一个通往后边的小径，我们去看看后边有什么。你看，这就是标准的苏州园林，亭台楼阁。对，这儿有个大厅，这儿干嘛的？这儿不是劳斯莱斯吗？这是海鲜自助区哎，哇塞，帝王蟹，298一斤哎。餐厅这是啊，这是一大餐厅，这是有珍宝蟹。看看价格，帝王蟹298一斤。产地加拿大，珍宝蟹是加拿大的。对，258一斤。你看，这我们加拿大的珍宝蟹，258一斤。在大统华买的可是棒哦，这个是斤，50加币一斤了。啊，这是一大餐厅，你看。哎，这个有点像那 food court 啊，对，什么都有的那种感觉啊。说是机器人楼上是机器人主题餐厅啊，机器人主题餐厅。那什么概念啊？就是机器人给炒菜吗？那这不有个机器人吗？我还没看着这个。那点餐流程，让你在自选区点菜。机器人现在故障，暂时无法正常送餐。它放长假了啊。对，那你看点餐肯定是这个小的。对。送菜嘛，这个大的。对。这真的亭台楼阁的，哎，木樨园。木樨园哎。这木樨园。竟然跟北京那木樨园同名，北京有一个木樨园啊，地名大红门木樨园，对，南城的。看它这个苏州园林啊，一直建到底啊，都是苏州园林风格。对，它这个后面就是苏州园林，前面都是。这边又一个大园子。对呀。不是说我说夸张啊，这毕竟是一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，这在
加拿大呢，能有一个自来水的厕所就已经算不错了。我一点都不基算。本上我们就是以旱厕，下来溜达溜达，对呀遛狗就结束了。美国的高速公路呢还好一点，有的时候是有正经厕所。这加拿大高速公路都是旱厕，真的。你别看这什么发达国家，这不得不吐槽，有的时候基建这一块，是落后一点啊。我们去看看那边有一个肯德基。对，我们决定吃一下肯德基。Melody 又感慨了一下，中国人民还没有实现卫生纸自由。对，再豪华，再豪华的厕所也是没有卫生纸，有缺点的。回到中国，你包里一定要有一包餐巾纸，就是千万要记住这个事儿，否则会很尴尬。对，尤其是来旅游的。吃一下小时候的美食。 132块钱呀，买了这么一大堆，20几加币。两个咖啡，3个汉堡啊，4个鸡翅，还有蛋挞，反正吃饱是没问题啊，因为我们很久已经没有吃过这东西了。还有一次性手套。这个文明了一些了啊。但是老美从来不戴手套啊。为此我还特意洗了手。我一直不是特别理解啊，在中国有一个说法，管这个美式的快餐呀，叫做垃圾食品啊。那我就不是特别理解啊，好好的面包、蔬菜加上鸡肉，为什么就成垃圾食品？那么对比营养的话，那我想问问这个算垃圾食品，还是包子算垃圾食品？馅饼、包子、馅儿饼、馄饨、饺子，不都是碳水、蔬菜和肉吗？加肉，加蔬菜，最多加一点蔬菜啊。对啊，看看有没有营养学家，我们观众啊，有没有营养学家能告诉我，到底哪个算垃圾食品啊？你看那边又有一个房车，这个车好像那个原来的平头货车改的一样，像吧？对，特别像小货车改的，日系的那种平头货车。对，但它能上牌啊。你看，这旁边呢还有好多个房车，你看这里一个 Class B， 这里一个是小 C 吧，这里一个依维柯还可以把 slide 打开来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你看。这里这么多房车，它这个玻璃前面啊，遮阳，挡上了啊。因为今天上海附近还有31度，所以他们老追求这个用电自由啊。我就不太相信这夏天他们能在这外边能用电自由。因为这个中国太热，要想把这个房车里边给烘凉了。太难了，太难，房子都烘不凉，别说房车铁皮了。而且中国的这个太阳啊，它紫外线它也没有北美强，我觉得太阳能发电效率肯定不如那边。这个难得停一晚是可以的，如果你当饭吃肯定是不行的。洗澡在哪里啊？对呀，是吧？洗澡去澡堂，那就失去了房车的意义了。对呀，它其实就是个卧铺了嘛。对，卧铺嘛，这个后车铺一下，后面也是个床。污水去哪排放？对，是吧？我没有看到哪里有能。它因为整个社会体系并不支持房车生活。对。刚才啊，这个肯德基啊，是不咋地感觉，不是北美那味儿。还好啊，就是旅行过程中但这次我倒觉得它就是严重中式了的西餐厅。好了，我们要回上海了。回家了啊，还有几十公里到家了。